家里来了解放军。玉米没有料到有庆家的会把他拦在路口，看上去好像前几天他们一点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，都好像没有见过面。有庆家的把玉米叫住，还没等玉米开口，有庆家的先说话了。有庆家的说：玉米，你恨我的吧？玉米没有料到有庆家的先把话题挑开来，一时嘴更笨了。玉米想，这个女人的脸皮是厚，换了别人把裤子穿在脸上也不敢这样说话。有庆家的说：飞行员快来相亲了，你这身衣裳怎么穿得出去？玉米盯着有庆家的想一想说：你都有人要，我怎么会嫁不出去？有庆家的显然没想到玉米说出这样的话，这句话打脸了。玉米自己都觉得过分了，但这个女人脸太厚，不这样不足以平民愤。有庆家的从胳肢窝里取下小布包，用方巾裹着，递到玉米的手上。他一定预备了好多话的，但是玉米的话究竟让有庆家的有些乱，一时忘了想说的东西，所以手上的动作分外的快。有庆家的说：这件衣裳是我在宣传队上报幕时穿的，没用处了。这个举动大大出乎玉米的意料，有些出格，但是不管他是什么用意，他的东西玉米怎么可能要？玉米没有打开，推了回去。有庆家的说：玉米，做女人的可以心高，却不能气傲。天大的本事也只有嫁人这么一个机会，你要把握好，可别像我。天大的本事也只有嫁人这么一个机会，这句话玉米听进耳朵里去了。有庆家的又把包裹塞到玉米的怀里，回头便走。走出去4、5步，有庆家的突然回过头，冲着玉米笑。他的眼眶里头早就注满泪光了，闪闪烁烁的，心碎的样子。可别像我。玉米没有想到有庆家的会说这样的话，看起来这个女人并不气盛，没想到她对自己的评价这样低。玉米再也没有料到这个女人心中盘着那样的怨结，差一点心软了。有庆家的这一个回头，给了玉米极其疼痛的印象。玉米这一回算是大胜了有庆家的，但是胜得有点寡味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毛病了。玉米站在那儿，望着手里的衣裳，脑子里一直翻卷的都是有庆家的那句话：你要把握好，可别像我。玉米想扔了的，但是毕竟是有庆家的报幕时穿的，这件衣裳一下子有了特殊的诱惑。这是一件小开领的春秋衫，收了一点腰身。虽说玉米的体型和有庆家的有点类似，可是玉米还是觉得紧了一些。玉米走到大镜子前，吓了自己一大跳，自己什么时候这样洋气，这样漂亮过？乡下的女孩子大多挑过重担，压得久了，背部会有点弯，含着胸，盆骨那儿却又特别的垮。玉米不同，她的身体很直又饱满，好衣服一上身，自然就会格外的挺拔，身体和面料相互依偎，一副体贴谦让又相互帮衬的样子。怎么说人靠衣裳，马靠鞍呢？最惊心动魄的还在胸脯的那一把，凸是凸，凹是凹，比不穿衣服还显得起伏，挺在那儿，像是给全村的社员喂奶。刘粉香当年肯定正是那样，挺拔四方，漂亮的不像样子。玉米无法驱散对刘粉香当年的设想，可是设想到最后，玉米却设想到自己的头上去了。这个念头极其危险了。玉米相当伤感地把衣服脱了下来，正正反反又看了几回，想扔舍不得。玉米都有点恨自己了，什么事他都狠得下心，为什么在一件衣裳面前他反而软了？玉米想，那就放在那儿，绝对不可以上身。
彭国良被彭支书领着来到了玉米家的大门口，施桂芳正站在门框旁边，看见彭支书领着一个当兵的冲着自己的大门走来，心里有数了。他把葵花籽放进口袋，做出站相，微笑也预备好了。彭支书来到施桂芳的面前，喊过嫂子。彭国良跨上了一步，立正，啪一个军礼。施桂芳的胳膊一阵乱动，把客人请进了堂屋。施桂芳很欢喜，只是毛脚女婿的军礼让她觉得事态过于重大了，光会陪笑，不会说话了。好在施桂芳是知书的娘子，处惊不乱。她打开广播，对着话筒说：王连芳，请你立即回到家里来，家里来了解放军，请你立即回到家里来，家里来了解放军。广播也就是通知，只是一会儿功夫，玉米家的大门口立即挤满了人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高高矮矮，胖胖瘦瘦的。解放军是什么意思？不用多说了。后来王连芳过来了，大步流星，一边走一边系下巴底下的风纪扣，人们让开了一条道。王连芳来到彭支书的面前，握过手。彭国良起立，立正，啪再一个军礼。王连芳掏出香烟，给了彭支书一根，也给了彭国良一根。彭国良再一次起立，立正，啪又一个军礼。彭国良说：报告首长，彭国良不吸烟。王连芳笑起来说：好好。气氛相当客气，但是有点肃穆，甚至紧张。王连芳大声说：你回来啦。这句话其实是废话。彭国良说：是。门外围观的人们似乎也受到了感染，他们不说话，他们相当崇拜彭国良的军礼。他的军礼很帅，行云流水，却又斩钉截铁。